我是号称战神的男人，刚刚经历了9981难，马上就要封侯拜相了。我最好的兄弟告诉我，这一切功劳是他的。我叫林寒，是人族战神。在刚刚结束的异族战场上，我亲手斩杀了异族将军，为国家立下了天大的功劳。可自己也伤得很重。我本以为迎过来的会是兄弟韩渊伸出的援手，没想到他却拿着一把冰冷的刀，直接刺穿了我的胸膛。他大笑着告诉我，当年把我林家满门杀光的，就是他们韩家。他们收养我，不过是想让我这条忠犬替他们干尽所有脏活，给韩渊铺好路，等没用了就直接杀掉。我心里涌起滔天的恨意，含着冤屈死了过去。可我没想到自己竟然重生了，还回到了当年和韩渊争夺龙武军校入学资格的比武决赛现场。上一世我在这里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垫脚石，受了好多屈辱。这一世看着台上享受着所有人欢呼的韩渊，我心里冷冷一笑，韩家，你们的噩梦从现在开始了。我站在擂台上，耳边全是全场观众的嘘声和咒骂，只因为前世我为了演好垫脚石的角色，用了无数故意抹黑自己的阴招，而韩渊正享受着正义使者的荣耀。他拿着话筒对着我慷慨激昂地说个不停，还一脸痛心的样子指责我侮辱武道，要亲手纠正我的错误。按照前世的剧本，我该拼命狡辩，好衬托出他的高大形象。但这一次，我只是冷冷地盯着他，接过话筒，声音像冰一样冷。蠢货，你的废话说完了吗？在他错愕的目光里，我大声宣告，我会认真打这场比赛，然后把你踩在脚底下。全场瞬间炸开了锅，韩渊脸上的从容一下子僵住了，他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按之前商量好的演，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。比赛开始了，韩渊带着凌厉的掌风向我猛攻过来，前世的我会狼狈的躲闪，最后可惜的输掉比赛。但这一世，在我眼里，他全身上下都是破绽。就在他的掌风快要打到我身上的瞬间，我微微侧过身体，以差一点点的距离避开了攻击，接着反手一巴掌，清脆响亮的抽在了他脸上，全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。韩渊懵了，脸上火辣辣的疼，远比不上心里的震惊和屈辱。他疯狂地向我进攻，可他所有的招式都被我轻易看穿，太弱了，全是破绽。我的评价就像教练在指点学生。话音刚落，又是一记耳光，还精准地打断了他的腿骨。他惨叫着跪在了我面前，我抬起脚踩在他的头上，冰冷的声音传遍整个场馆，就这点本事也配让我当你的垫脚石？看着脚下不停挣扎的韩渊，前世的血海深仇一下子全涌了上来。这一战不是为了分胜负，只是为了复仇。这一击是为了我林家100多口冤魂。我杀心冲天，汇聚全身力气的一脚就要把他彻底踏碎。小辈你敢！被韩家收买的评委竟然不管比赛规则，爆发了宗师境的修为，一掌就把我打成了重伤。但在他击中我的那一刻，我强行扭过身体，脚尖凝聚起最后一点力量，狠狠踢在了韩渊的丹田上。他发出像杀猪一样的惨叫，五脉全被废掉了。我吐着血，把韩家操纵比赛的所有黑幕全都揭露了出来。在众人愤怒的情绪中，龙武军校的周勤主任力排众议，宣布我是这场比赛的冠军。昏迷前，我知道复仇的第一步成功了。我在医务室醒过来时，周勤主任正守在旁边，他帮我稳住了伤势，还告诉我韩家势力很大，只有龙武军校能保护我。我把韩家灭我满门的真相告诉了他，他虽然脸色凝重，却没办法插手这件事。他给了我推荐信和一些资源，催我立刻逃走，赶去龙武军校。这时候，门外传来了被韩家收买的校长王硕假惺惺的关心声。周勤帮我挡住了他们，我毫不犹豫地从窗户翻了出去，融入了夜色里，开始了逃亡。我知道韩家的追杀已经来了，但这一次我绝不会再任人摆布。前面的路虽然到处都是危险，但我林寒一定会杀出一条血路，让韩家血债血偿。我叫林寒，刚在武考中拿了冠军，却成了韩家的眼中钉。逃亡的路上，我被韩家的杀手韩七追上了，他可是50境界的人，我身上带着重伤，只是个武者，硬拼的话肯定会死。但我林寒是两世为人，怎么会坐着等死？我冒险冲进了血牙野猪的巢穴，用醉龙果把野猪的仇恨引到了韩七身上。看着他和妖兽拼命打斗，我趁机吃下丹药，冲击武者后期的境界，成功了。等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，我果断出手，一刀反杀了已经没什么力气的韩七。韩家，你们的追杀不过是我变强的垫脚石而已。我吃了好多苦，终于赶到了龙武军校，没想到报道处的老师孙毅竟然当众撕毁了我的推荐信，还骂我是人渣败类，拒绝我入学。原来他早就被韩家收买了。我愤怒地指责军校不公平，转身就要走，他们却想强行抓住我。就在这关键时候，校长君莫问出现了，镇住了全场的人。他带我离开了这里，给了我一个机会，如果我能拿下入学考试的文武第一，他就收我做徒弟，保护我；要是做不到，就把我交给韩家。为了活下去，为了复仇，这场考试我必须赢。入学考试的第一关是悟性测试，需要参悟玄阶功法流云诀，以此查看悟性高低。可我刚进考场就被韩家安排的狗腿子围攻，直到测试结束都没看到刻着功法的石碑。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的笑话，轮到我演示功法的时候，我却忍不住笑了，因为这功法我前世早就学过了。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我不仅打出了完整的9重镜，还推演出了从来没人听说过的18重流云镜。全场一下子又安静了，我用现场推演的说法解释了一遍，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脸，拿下了文考第一。韩雄在台上气得差点吐出血来。我拿了文考第一，韩家彻底坐不住了。韩雄亲自出面施压，狗腿子孙毅献上了毒计，把第2天的武考改成大混战，还悬赏100万，鼓动所有新生围攻我。当天晚上我就遭到了骚扰，他们逼我出手反击，还趁机让我废掉了一个人，把这当成我凶残的证据，进一步挑动大家对我的不满。孙毅借着这件事大肆宣扬，几乎煽动了所有新生。面对明天100多人围杀的绝境，我却在破旧的仓库里冷静地修炼。韩家，尽管放马过来吧，武考开始了，规则是混战抢夺名牌。果然，信号一响，
差不多100人像疯狗一样朝我扑了过来。但你们以为人多就有用吗？我施展前世学过的身法，像鬼魅一样在人群中穿梭，还引导他们互相残杀，轻松的摘取名牌。他们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，自己人却倒下了一片。主席台上，韩雄脸色铁青，校长眼里却闪过一丝赞赏。这群乌合之众，在我眼里不过是没用的土鸡瓦狗。我玩够了，该立威了。既然你们每一招都想置我于死地，就别怪我下手无情。我瞬间转手为攻，身形快得像闪电，拳头出去像一条猛龙。第一个人头颅被打裂了，第二个人太阳穴被打碎了，第三个、第四个，一连杀了7个人，每一招都致命。我站在血泊里，冷声问道：“还有谁想拿那个悬赏？”全场的人都吓坏了，没人敢动。可就在这时，背后一道赤焰鞭影像毒蛇一样抽了过来，把我的手臂打得皮开肉绽。原来是柳家大小姐柳菲菲的灵能武器。她尖叫着说自己是为正义而来，真是愚蠢。柳菲菲的鞭法很刁钻，还带着风火2种属性，特别难对付。但我一眼就看穿了她功法里的破绽。在她再次挥鞭的瞬间，我冒险靠近她，徒手抓住了鞭梢，用尽全力一扯。她惊呼着被我拉进怀里，我瞬间制住了她，夺下了她的名牌。看着她惊恐的眼神，我冷笑着把她推向冲过来的人群，制造混乱。我的目光早就越过了她，锁定了人群中那个一直冷静观察、剑法很厉害的倩影。文考第2的赵雅然，她才是我武考中唯一的对手。我叫林寒，在武考混战中，我被迫杀了柳菲菲，她竟然是赵雅然的闺蜜。看着雅然悲痛欲绝，拿着剑向我杀过来的样子，我心里像被刀绞一样疼。前世她为我而死，这一世我却亲手杀了她最重要的人，我心里充满了愧疚，只能不停闪避她的攻击。其他新生以为我没力气了，又再次围攻过来，我把怒火都发泄在他们身上，一连夺了几10个名牌。考核结束，我以绝对的优势成了武考第1，当上了新生首席。校长君莫问当场收我做了徒弟。但当我和眼泪汪汪的赵雅然擦肩而过时，我知道有些裂痕再也没办法弥补了。我叫林寒，通过了文武测试，还勇夺第1，成功成了校长的亲传弟子。韩家大长老韩雄亲自来施压，逼校长把我交出去。但君莫问老师强硬的拒绝了，还直说只要我在军校1天，他就护我1天。他甚至反过来试探韩家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，让韩雄说不出话来，只能悻悻地离开。老师告诉我，3个月后所有新生都会去黑风山脉围猎，我必须赢得大家的信任，带领队伍拿第1，不然就会变成别人的猎物。与此同时，韩渊在韩家不惜代价的治疗下，不仅五脉恢复了，还突破到了50境。他咆哮着要亲手找我报仇。新的风暴正在慢慢形成，我去跟校长请罪，坦言武考时杀人只是为了自保，还说出了韩家灭我满门的血海深仇。校长没有深究这件事，反而提醒我，作为新生首席，眼下最要紧的是凝聚人心。第2天的第1课竟然是抗击打训练，也就是打杀威棒。被韩家收买的教官孙毅故意刁难我，让我挨40棍，我一口答应下来，还提出如果我扛住了，就为全班同学每人减免1棍。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我运转起前世学过的铁骨禅，硬生生扛完了40棍，不仅没事，还借着棍子的力道练了功，肉身强度一下子提升了很多。当我意犹未尽地问能不能再来10棍时，全场的人都把我当成了怪物，对我无比佩服。挨完打，我和同学们去食堂吃饭，却遇到高年级的学长赵莽插队，还说要把所有饭菜都打包走。他嚣张地宣称拳头大就是规矩，我果断站了出来，用武士初期的他当赌注，说赢了饭菜就归我们。虽然我刚挨了40棍，但凭着灵活的身法和能看穿弱点的眼力，把他耍得团团转，最后一脚把他踹进了馊水桶里。同学们都欢呼起来。这时学生会长司徒雷走了过来，他是韩渊的表哥，表面上他装得十分公正，实际上却在暗中包庇赵莽，轻松就把这场冲突压了下去。之后他还故意装出大方的样子，邀请我加入学生会，我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虚伪，直接拒绝了他。我心里很清楚，韩家的报复已经从明面上的打压转到暗地里的算计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住在首席弟子的别墅里，就像待在一座孤岛上，根本没法真正和同学们拉近关系，凝聚人心。于是我果断向校长申请，换到了普通的私人宿舍。我的新室友各有特点，憨厚又仗义的外公天才离谱，消息特别灵通的包打听王小明，家里很有钱的商团少主金多宝，还有一个沉默寡言排名第3的诺林。王小明还偷偷给了我一个惊喜，校花榜排名第2的宁悠悠写给我的情书，她是韩渊的未婚妻。我本以为这又是韩家设下的阴谋，却没想到这次和她的见面彻底颠覆了我之前的想法。我按时去见宁悠悠，她一开始还以韩渊未婚妻的身份质问我为什么要和韩渊作对，我直接拍了桌子，告诉她韩家是灭我满门的仇人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她听完后竟然坦言自己早就知道韩渊不是什么好人，只是没办法反抗家族安排的联姻。他找我是想和我做一笔交易，他会给我提供韩家的内部情报和资源，而我强大之后要帮他摆脱和韩渊的婚约。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女孩，内心竟然这么刚烈，还很有主见。我没有立刻答应她，我需要时间观察她的诚意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一个潜在的盟友似乎已经出现了。回到宿舍楼下时，我看到室友金多宝正被3个高年级的混混勒索，他们还抢走了金多宝奶奶留给他的遗物玉佩。我立刻冲了上去，一拳就把带头的混混打飞，抢回了玉佩。金多宝看到这一幕，彻底爆发了，他瞬间激活了身上那套价值上千万的军用级灵能装备，有攻防一体的戒指，能放电网的无人机，还有能量剑阵，直接用超能力把那些混混轰成了渣。我看着他身上那套豪华装备，再摸摸自己怀里那柄像烧火棍一样的无名残剑，嘴角忍不住疯狂抽搐。这家伙真是有钱到没人性。我们刚解决完混混，学生会长司徒雷就带着人赶了过来，他根本不问事情的缘由，直接以破坏公务为理由，要把我和金多宝抓回学生会受罚。我心里很清楚，这又是针对我的阴谋。现在硬拼对我们不利，只能暂时忍下来。
同意跟他走。司徒雷，你这个伪君子，终于要亲自下场对付我了吗？看来学生会这一关我是躲不掉了。韩家的手段真是花样百出，没完没了。我叫林寒，刚帮室友金多宝出完头，就被学生会长司徒雷以破坏公务的名义关进了反省室。一进门，我就看到了之前被我踹进馊水桶的赵莽，他一脸狞笑，当场就兽化了，变成了一头5米高的巨熊，朝着我猛扑过来。司徒雷这算盘打得真精，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，我的身法根本没地方施展。但你以为这样就能算计到我？我运转起星辰掩天诀，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展露了星辰之力，我直接用肉身硬抗住了巨熊的熊掌，反震的他骨头都裂了。只用了一拳，我就把这头巨熊打回了人形，还把他嵌进了墙里。司徒雷，你的这点算计也不过如此。司徒雷在门外听着里面的巨响，以为我正在被赵莽暴打，甚至连校医和新闻社的人都叫来了，就等着拍下我狼狈不堪的样子。我的室友王小明急得快疯了，甚至冒险借来了校长的钢笔，假装传校长的命令，逼着司徒雷开门。门打开的瞬间，所有人都等着看我鼻青脸肿的模样。然而站在里面的是毫发无伤的我，躺在地上的却是不成人形的赵莽。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司徒雷的脸瞬间绿了。我淡定地跟他打了声招呼，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潇洒地走了出去。想来看我出丑，你们真是找错地方了。我刚走出学生会大楼，校花宁悠悠竟然主动走上前，温柔地问我需不需要治疗。全场的男生都极度的眼睛发红，我淡淡的拒绝了他，让他去关心更需要帮助的赵莽。第二天，我轻松碾压赵莽，拒绝校花是好的事情，直接引爆了全校论坛。我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但也彻底成了司徒雷和韩家的眼中钉。当天晚上，校长来找我，告诉我他查到了林家旧案的一些线索，我的父母竟然被人诬陷成了叛国罪，这才是韩家能名正言顺吞并林家产业的真相。这比血海深仇，我和韩家不共戴天。得知父母被污蔑的真相后，我怒火冲天，我必须更快的变强。我吞下了之前得到的妖丹，全力冲击星辰掩天诀的第一重，终于成功了。我不仅把这门功法修炼到了圆满境界，还觉醒了来自白羊座的赐福异能星耀脉冲。试验的时候，我一直点出那股内部爆破的力量，直接把高级合金假人炸得粉碎，威力简直太恐怖了。但我从武者后期突破到武士境的瓶颈，还需要大量的资源，学校发的那点补贴根本不够用。借钱，我林寒不愿意欠别人人情，看来只能去那个地方冒险了。秘境，我叫林寒，为了赚取修炼所需的资源，我申请进入危险的 C 级秘境。校长特别批准了我的申请，但警告我说秘境里面有韩家悬赏我的人，还告诉我赵雅然也独自进去了。我伪装好身份踏入秘境，凭借前世的记忆，轻松找到了任务目标。突然，我听到了呼救声和男人猥琐的淫笑声，拨开树丛一看，竟然是赵雅然，她的腿被兽夹伤了，还中了毒，正被3个赏金猎人围着，情况非常危急。看着那张前世曾为我挡剑而死的脸，我心里猛地一震，我毫不犹豫地飞身跳了出去，挡在他面前，对着那群人渣冷喝道：“放开那个女孩！”那3个赏金猎人狞笑着兽化，朝我杀了过来，却不知道我身上藏着星辰之力，我的星耀脉冲专门破解防御，能从内部引爆杀敌。这3个人被我诡异的能力吓得崩溃，最后全被我解决了。赵雅然，这一世换我来守护你。我救下赵雅然后，帮她疗伤，她把我当成了高年级的学长，对我感激不尽。我随口编了个复仇假面的名字告诉她，她向我倾诉，说自己恨透了那个在五考中杀了她闺蜜的首席林寒，还发誓一定要报仇。听着她充满恨意的话，面具下的我心情特别复杂。我劝她秘境里很危险，提议和她组队，她欣然答应了，还感慨道：“要是那个林寒也能像学长你这样深明大义就好了。”我差点没绷住表情，这要是让她知道，眼前的好心学长就是她口中的仇人林寒，场面该多炸裂啊！我叫林寒，我带着前世的爱人赵雅然一起做任务，途中遇到了一阶魔兽闪电蟒，他施展出家传的玄冰剑诀攻击魔兽，却反而被闪电蟒击飞。危急时刻，我一指点出星耀脉冲，瞬间就把巨蟒的身体从内部引爆。他震惊又崇拜地看着我，我趁机指导他练剑，从身后握住他的手，帮他调整姿势。他瞬间脸红了。我们找到任务需要的星辉草后，却遭遇了狼群的围攻，我让他先离开，自己独自面对20多头鳄牙狼和1头2阶首领狼人。血战中，我借助狼人利爪的攻击，锤炼自己的铁骨禅，越打越强。最终，我以伤换命，一拳就把狼人轰爆了。我独自灭掉狼群的消息，震惊了负责秘境的老师。他带着赵雅然离开后，我吞下了2阶狼人的妖核，全力冲击武士境的瓶颈，终于成功突破了。我不仅突破到了武士境，铁骨禅也修炼到了大成境界，修成了铁骨金身，感觉浑身的力量暴涨。我急需一个更强的对手来试试身手。我记得秘境深处有一头3阶魔兽，正好拿它来试刀，但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，最后只能带着上百颗妖核满载而归。我花光了这次任务的报酬，还请食堂的大厨把所有妖核都做成了能量甜点，免费送给所有新生。我要用这份大礼彻底凝聚新生们的心。我宴请全年级新生的消息一下子引爆了整个学校。正当大家都在感激我的时候，韩渊竟然高调的回到了学校，还闯进了食堂。他不仅五脉恢复了，甚至还突破到了武士境。他当众掀翻了我的餐盘，用手指着我的鼻子，向我宣战：“林寒，3天后的擂台上，我要把你狠狠踩在脚底下，洗刷之前的耻辱。”我淡然的回应他：“我能打败你1次，就能打败你第2次。”他瞬间暴怒，约定3天后在全校师生面前和我一决高下。韩渊，你依靠家族的底蕴恢复实力，而我靠的是自己的真本事。这一次我会让你输得更惨。室友们都担心我不是韩渊的对手，我反问他们，他连我真实的修为都看不透，凭什么赢我？他们这才反应过来，我能猎杀那么多魔兽，怎么可能只是个武者？神秘的室友莫林甚至主动提出可以帮我解决掉韩渊，我婉拒了他，我的仇人必须由我亲手报仇。另一边，司徒雷警告韩渊说我深不可测，之前曾轻松废掉了兽化后的赵莽，但韩渊却不屑一顾，当场展示了他的底牌：地炎龙蟒血脉。
他的周身覆盖上了龙鳞，还缠绕着火焰。他嚣张地让司徒雷发布公告，要让全校的人都看清我和他之间的差距。殊不知，我刚测完肉身强度，结果直接震惊了全校的系统。我的肉身强度达到了钛合金级，堪比7阶魔兽的防御。学校的乾隆榜也因为我的测试结果更新了。我叫林涵，刚才的肉身强度测试中，仪器显示我的强度堪比7阶魔兽，直接打破了新生的记录。系统问我是否要匿名上传到乾隆榜，我冷笑一声，选择了否。我林涵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这还不算完，我紧接着测试了元气强度。当我把体内的星辰之力注入仪器时，整个大家伙都开始颤抖，差点就报废了。测试结果一出来，所有项目都是清一色的 SSS 级，全部超出了仪器的测量上限。乾隆榜上代表肉身强度和元气强度的2个榜单，瞬间被我林涵的名字双双占据，我成了双榜第一。韩渊，你看到了吗？希望这个成绩不会吓得你临阵脱逃。上一次我让你侥幸活了下来，这次我可不会再手下留情了。昨天我直接在乾隆榜上霸占了双榜第一，各项数据碾压所有人。这个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学校。此刻，韩渊正在教室里得意地抖着刊登他战书的校报。他问身边的人：“我怎么没来？是不是被他吓跑了？”真是坐井观天。突然，有同学惊呼：“乾隆榜更新了！”有人打破了双项记录。韩渊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赶紧拿出手机点开查看。当他看到榜首我的名字，还有那一连串恐怖的 SSS 级评价，尤其是看到我的肉身强度堪比7阶魔兽时，他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了，瞳孔也猛地收缩。他不敢相信眼前的结果，直呼是假的，但恐惧已经紧紧攥住了他的心脏。如果我的测试数据是真的，那决斗的时候他岂不是会被我手撕？他身边的狗腿子周坤还在一旁分析，说我可能是作弊了，但韩渊自己心里很清楚，他继承的8阶魔兽基因，现在连1/1000的力量都发挥不出来。他彻底慌了，找了个借口冲出教室，偷偷跑去重新测试。结果出来后，他的成绩在新生里算得上优秀，但和我一比，简直就是萤火和皓月的差距。失败的恐惧彻底淹没了他，他不能输。他找到了担任学生会长的表哥司徒雷，用未来韩家家主的身份逼迫道：“表哥，后天的对决我必须赢，不惜任何代价给林涵制造麻烦，消耗他的体力，或者找到他的把柄，让他无法参赛。”司徒雷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。韩渊的眼中立刻露出了狂喜的神色，呵，真是个废物，就只会耍这种阴招。我叫林涵，重生归来。韩渊果然还是老样子，正面打不过就开始玩阴的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刚晨练完，一个自称是新闻社记者的学姐孙欣兰就拦住了我，说想采访我打破乾隆榜记录的事，还想拍几张照片。我本想直接拒绝，却瞥见她手里那台专业相机，心里忍不住冷笑。韩渊，你这招龌龊手段，我上辈子早就见识过了。我假装答应下来，跟着他来到艺术楼一间闲置的房间。果然，他把相机塞到我手里，借口说去找摄影师，转身就溜了。我打开相机一看，里面全是偷拍戏剧部学姐换衣服的龌龊照片，真是个人渣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猛地撞开，孙欣兰指着我就大喊：“快抓住这个变态！”早已埋伏在门外的学生会成员立刻一拥而入，为首的干事冯云义正辞严地说我涉嫌偷拍，现在人赃并获。我看着他们这拙劣的表演，直接笑出了声。我把相机扔回给他们，嘲讽道：“你们这剧本写得太烂，演技也差得要命。”冯云装模作样地翻看了一下相机里的照片，厉声让我跟他回学生会接受调查。我眼神一冷，想找我麻烦，直接打一场就是了。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真恶心。话音刚落，我身形突然一动，啪，一记响亮的耳光，直接把孙欣兰抽飞出去。她重重撞在墙上，当场昏了过去。全场瞬间陷入死寂，他们都懵了，从没见过被人赃并获，还敢这么嚣张，直接动手的人。冯云气得暴跳如雷，50境的元气瞬间爆发，一拳就朝我面门轰了过来。我随意抬起手，像铁钳一样牢牢抓住了他的手腕，让他动弹不得。冯云震惊地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不敢置信。我嗤笑一声，学生会，我连韩家都不放在眼里，你们这些小角色又算什么东西？咔嚓一声脆响，我直接发力，硬生生折断了他的手臂。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房间，剩下的学生会成员被我像虎入羊群一样，一拳一个，全部打倒在地。想跟我玩诬陷，你们还太嫩了点。我叫林涵，刚刚把诬陷我偷拍的学生会成员全揍趴下了。巨大的动静引来了学校的值班导师，那个断了手臂的冯云恶人先告状，指着我大喊：“老师，林涵偷拍女生，还暴力抗法，把我们都打伤了。”导师看向我，面色十分严肃。我一脸无辜地说：“老师，他们是在诬陷我。”冯云忍着手臂的剧痛叫嚣道：“证据就在那台相机里，您快看看。”导师拿起相机查看，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，转头问我该怎么解释。眼看我就要被定罪，冯云和孙欣兰他们眼里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神情，我却一点都不慌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小巧的录音笔，按下了播放键，一道全息投影立刻在众人面前展开，清晰重现了之前孙欣兰如何主动搭讪我，如何引诱我来到这个房间，又如何自然一把相机塞给我的全过程铁证如山。你竟然还录音了！刚醒过来的孙欣兰看到全息投影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说话都开始结巴。导师震怒，死死盯着孙欣兰。孙欣兰，你身为学姐，怎么能做出陷害学弟的事情？今天要是不说清楚，就等着被学校开除吧。孙欣兰一听开除2个字，彻底崩溃了，指着冯云尖叫道：“不关我的事，是冯云让我做的，是学生会逼我的。”冯云眼前一黑，差点气晕过去。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下完了，不仅没扳倒我，反而把自己和学生会都拖下了水。导师面色铁青，立刻拿出通讯器，联系了学生会会长司徒雷。韩渊，你的阴谋在我面前根本不堪一击。我叫林涵。司徒雷指使手下诬陷我的事情彻底败露了，他被值班导师叫到了校长办公室。君莫问校长故意让他在办公室外等了2个小时，才缓缓抬头问他有什么事。司徒雷低着头，一个劲的认错。校长君莫问毫不留情地斥责他手段龌龊，已经触及了学校的底线。说着就拿出了一封学籍处理决定书，上面赫然写着开除学籍4个大字。司徒雷如遭雷击，双腿一软，直接跪在了地上，哀求道：“
校长，老师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不能被开除啊！但校长心意已决，告诉他人生不能既要又要，既然选择了依附韩家，不择手段的害人，龙虎军校就容不下他这样的学生。司徒雷颤抖着接过开除通知，失魂落魄地离开了校长办公室。走廊上，韩渊和冯云等人早已在那里等着他。当看到通知上开除学籍几个字时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韩渊脸上血色尽退，看着司徒雷，眼神里充满了愧疚。司徒雷却突然露出阴沉的表情，说：“既然学校对我不仁，就休怪我对学校不义。我现在已经不是学校的人了，在我离开之前，就让我用这自由身替你们把林寒彻底废掉。”冯云担忧地说：“我实力太强，他们7、8个武士境的人都被我一拳一个秒杀了。”司徒雷却自负地冷笑，说：“他的雷神拳已经练到了第4重，再配合身法和灵气，实力足以媲美武宗，肯定能破开我的防御。”他让冯云派人盯紧我，只要我一进秘境，他就立刻去截杀。韩渊大为感动，当场承诺日后自己执掌韩家，必定会厚报司徒家。司徒雷，你都被韩家当枪使了还不知道，想在我进秘境的时候杀我，正好我也缺个练手的对象，尽管放马过来吧，我等着你们。这一世所有的仇敌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我叫林寒，重生归来是要清算所有旧账。韩渊和他的走狗老师孙毅想靠一场艰难的随堂测试来刁难我，消耗我的精力，真是打错了算盘。考场上看着这张被他们称为难度超高的试卷，我心中只有冷笑。这些题目对我这个经历过一次2周目的人来说，简直就是小儿科。我拿起笔走龙蛇，答案像行云流水一样倾泻而出。我的室友们也在考场上各显神通，李虎想抄周坤的答案被拒绝，差点当场动手。金多宝悄悄启动了高科技眼镜，直接把学霸的答案投射到自己试卷上。王小明用手语和韩渊的另一个狗腿做交易，想用女同学的联系方式换答案。最绝的是莫林，他居然动用了复制眼功法，同步复制前排学霸的动作。结果前排那个学霸因为压力太大，突然撕了试卷就要跳楼，莫林居然也同步站起身撕了自己的试卷，然后跟着跳了下去。全班同学都懵了，幸好考场楼层不高，2人只是受了点轻伤。孙毅气得脸色铁青，直接给他们记了0分。我是第一个交卷的人，孙毅走过来，本想看看我出丑，可当他看到我试卷上几乎全对的答案时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在全班同学震惊的目光中，他不得不咬着牙宣布：林寒满分100分。我无视身后传来的哗然声，潇洒地离开了教室。韩渊想用这种小伎俩阻碍我，你还不配。我叫林寒，轻松拿下考试满分后，打算再去秘境修炼一段时间，顺便给室友们弄点吆喝回来。金多宝提醒我，韩渊知道我打破乾隆榜双纪录后，很可能会狗急跳墙，让我一定要小心。果然，在任务堂办理进入秘境的手续时，我敏锐地发现登记老师的眼神不对劲，他还在键盘上快速输入着什么，看起来像是在给别人通风报信。我心中冷笑，表面上却不动声色，顺利进入了晨光森林秘境。进入秘境的据点后，我没有深入森林，而是迅速伪装起来，潜伏在据点附近。没过多久，我就看到学生会的装束鬼鬼祟祟地走进来，四处张望，明显是在找我。我趁他走到据点外围时，从身后一把勒住他的脖子，把他拖进了旁边的灌木丛。我对着他连打几拳，他就吓得全招了。幕后主使是司徒雷，他被学校开除后怀恨在心，勾结了韩家派来的4名武宗级别杀手，现在就守在秘境入口附近，只要我一进来，就立刻动手杀了我。好家伙，韩家为了杀我，真是下了血本。我立刻心生一计，威胁庄树，如果他不想步司徒雷的后尘被学校开除，就按我说的做。我让他给司徒雷发消息，说我进入秘境后没多久就又离开了。同时，我自己退出秘境，直接拨通了校长君莫问的电话。校长，有人勾结校外势力，在秘境入口埋伏，想要杀您的学生，您管不管？我叫林寒，一个电话直接打给了校长君莫问。听到有人敢在他的地盘上动他的学生，校长瞬间暴怒，是谁干的？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敢这么做？他让我待在安全的地方别动，自己立刻带人过来。这就是我的计划，借刀杀人。我再次进入秘境，并让庄树通知司徒雷，我已经来了。果然，在一片林中空地上，司徒雷带着4个韩家杀手围住了我。他面目狰狞地说：“校长不念旧情开除他，今天他就要杀了校长最看重的学生，以此报复。”他率先动手，蕴含着雷光的一拳狠狠轰在我胸口，结果他自己反而被震得手臂发麻，连连后退。没等其他杀手围攻上来，那个脸上带刀疤的杀手纵身跃起，手中的巨刃带着血色刀钢朝我劈了下来，眼看就要劈中我。啪一声轻响，刀疤脸杀手连同他的刀钢当场炸成了一团血雾。在场的所有人都傻了，就是你们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敢动我君莫问的学生！校长的声音如同惊雷般炸响，司徒雷吓得双腿一软，当场跪地求饶。另外3个杀手想转身逃跑，却同样在半空中砰砰砰炸成了血花。司徒雷拼命磕头，说这一切都是韩家逼他做的。校长君莫问面无表情，抬手一记空倭剑点出，司徒雷连同他凝聚起来的雷盾瞬间被湮灭成了飞灰。校长转身看向我，目光深邃地问：“你是故意引我来这里，想借我的手除掉他们，是吗？”我坦然承认了。校长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大笑着赞赏道：“好小子，这手借刀杀人用得漂亮。”他叮嘱我，明天的擂台战必须赢得干净利落，不能给韩家留下任何话柄。我看着他，突然问道：“校长，明天在擂台上，如果我下死手，您不会介意吧？”校长笑了：“我不介意。说实话，我也看韩家不爽很久了。”我叫林寒，解决了秘境里的伏杀后，就回到宿舍养精蓄锐，等待明天和韩渊的决战。而另一边的韩渊却整夜都没睡着觉，他联系不上司徒雷，心里充满了恐慌，只好向他爷爷韩雄求助。韩家为他准备了双重保险，一是告知他已经派了4名武宗级别的隐卫协助司徒雷，呵呵，他们还不知道这些人早就已经死了。
20通过。神农集团给他送来了一支和他弟炎龙蟒血脉同源的龙血强化剂，据说能让他在短时间内实力暴涨数十倍。同时，学生会的庄树按照我的指示给韩渊发了一条假消息，林寒已经被司徒雷重创，现在不知去向。收到消息和强化剂后，韩渊终于放下心来，觉得自己胜券在握。第二天，他甚至还特意去给校长居莫问送了一份厚礼——云雾龙涎茶，顺便拿到了和我对决的正式批准。他得意洋洋地在教室门口挑衅我的室友，说我肯定是怕了，不敢来和他决战了。这时，他看到了校花赵雅然，立刻凑上前去搭讪。赵雅然冷冷地对他说：“如果你明天能教训林寒，我就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你。”这句话让韩渊更是心花怒放。可紧接着，他的未婚妻宁悠悠也出现了，当场点破了他想靠赵雅然刺激我的行径。韩渊恼羞成怒，竟然想动手打宁悠悠。就在他的巴掌快要落下时，我及时出现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。韩渊看到我龙精虎猛、毫发无伤的样子，彻底懵了。我用力挣开他的手，护在宁悠悠身前。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我冷冷地盯着他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演武场见。韩渊脸色惨白，身体微微颤抖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自己最后的一仗似乎已经崩塌了。